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狄仁飞不仅盗剑，而且还行凶袭人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。对，要不是央铁梅那个老妖婆在背后唆使，他狄仁飞敢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央铁梅竟敢明目张胆地踩在我头上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他。爹，我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。央铁梅再怎么狂妄，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事，恐怕是狄仁飞别有居心，故意制造矛盾。废话，狄仁飞是仙宝的大弟子，就算不听央铁梅指使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找不回无极剑，我就血洗仙宝。爹，还是跟钟道长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南海派，我说了算。你马上召集众弟子，即刻兴师问罪。师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敲响震天锣？丁掌门带人来攻打仙宝了。那丁少侠来了吗？来了。哎，师姐。先派狄仁飞夺得无极剑，然后又唆使他刺杀我的儿子。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将你的仙宝烧为灰土。想闹事就别找那么多借口，就凭你还灭不了我仙宝。灭不灭得了，要打得过再说。我今天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拿回无极剑。狄仁飞，你昨晚不是放话说，要让我屈辱的死在无极剑下吗？不是要让我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到活过来再死一遍吗？现在怎么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不敢说话了？混账！我何时说过这般话？还说昨夜我去找过你，栽赃嫁祸，你也要有个度。你要有本事，就站出来跟我一战，少在这用肮脏龌龊的手段破坏我仙宝的声誉。哎，说你是盗剑贼，那可是表扬你啊！哎呀，这个贼呀，还有贼的道义呢。你要是不肯认罪，害得宗门血流成河，恐怕连贼都瞧不起你啊！哼，他进得央铁梅真传，耍赖无耻，自然也不会差。你要是不认罪，那就打到你认罪为止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！好，那你我就单打独斗，顺便解决一下百年的恩怨。既然你们想自取灭亡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包主，娘，爹，包主，爹，包主，包主，丁小峰，都怪你！你把我爹弄哪儿去了？别吵了！我真替丁隐和杨瑶池感到悲哀。当年他们还有资格与我一战，可如今你们居然连我一招也破不了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趁人不备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，咱俩面对面的打一场！卑微的蝼蚁，
还大言不惭的想要铲除我。等你们有本事逃出去，再继续做梦吧。现在你爹和我娘都被血魔掳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想办法救人啊？想救人，就得先拿下狄仁飞。要不是你借故闹事儿，人怎么可能被血魔掳走？若不是你事先偷走无极剑，我爹会带人来火拼吗？我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是看不惯我和红雪成亲，故意找茬闹事儿。那又如何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血魔的内奸。说，把无极剑藏在哪儿了？大师兄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勇于认错，才能让两派联手起来。要不然你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吧。别胡说！狄仁飞，你看，我说就是你盗的剑吧？好，我承认，是我让飞天蜘蛛去盗的剑，但是剑已经被别人给抢走了。我原本还不知道是谁盗的剑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血魔。你就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你干脆说是血魔扮演的你刺杀的丁晓峰，就是为了挑拨两派的冲突，趁机绑走两派掌门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挑拨离间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说了，剑是我偷的，其他的事跟我没关系，你爱信不信。你，丁少侠，虽然我大师兄有错在先，但是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团结起来，毕竟救人要紧啊。第二步棋也成功了。没想到我没有抓到血魔，却已经冒充了他2次，想来也是大讽刺了。可大哥的目的是为了行善，希望这一次，丁刚和央铁梅可以从中得到教训，也不枉我一番苦心，让他们2个在魔洞里面患难见真情吧。大哥，这次两派可是被我们搅成一锅粥了，我们可不能管杀不管理啊。走，这就去收拾残局。钟道长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是能不能成功，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只要能救回我爹和杨堡主，不管多么困难的事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对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仙宝派也愿意听从道长的安排。那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，如果到时候赖账，我可就撒手不管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办法可行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的办法就是从两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2个人，使出双剑合璧，就可以铲除血魔，救出两派的掌门人。我们南海派愿意放下私怨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对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大师兄，道长，只要能救回我们堡主，我们愿意接受试炼。以你的修为，想突破这结界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你除了说风凉话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难道我像你一样站在这儿等死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在等死呢？你阴阳怪气的，难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说出来，咱俩商量商量，然后一块打出去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先杀了你，再自己逃出去。你疯了吧？就算你真有本事杀了我，凭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打出去？哼，不就是个结界吗？他也想困住我。我只是不想辜负了钟云飞的好意，才留在这儿的。哼，是血魔抓了我们，
关钟云飞什么事儿啊？无知的蝼蚁！如果真的是血魔抓了我们，那我又是谁？原来你是血魔，我就是拼得一死，也不能让你阴谋得逞！这也太可笑了吧！钟云飞自作聪明，居然冒充我制造事端，想达到两派同仇敌忾的目的。我一定要让他尝尽苦果，尝尝被愚弄的耻辱。钟云飞，当你发现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我看你还怎么让两派再合作？蜀山上有仙剑，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剑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道长，若能替我解穴，我请求一试。红雪，我来。丁晓峰，我来跟你试。多谢道长替我解穴。这个剑法虽然奇特，想使出最后2招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它靠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努力，而是那么一丝丝的机缘，而这个机缘就是心意相通。为了救出我娘，我愿意放下所有偏见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丁晓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红雪姑娘，缘分有时候确实是说不清楚的。大概是因为他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吧，所以在他面前再怎么出丑、狼狈，我都觉得无所谓了。为何如此躁动？双剑如此异常，恐怕是感应到了魔气。元婴居然已成魔影，如果不能及时毁灭，恐怕人间在劫难逃。但愿钟云飞能早日找到心意相通之人。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光有这套剑法是不够的，你们还要不断的练习，
培养彼此之间的默契，精进剑术，才能把双剑合璧发挥到极致。大哥，你这招可真是独具慧眼啊！那也要多亏了你天衣无缝的计划。哎呀，要不是我戏演得好，那两派就没法在一起接受试炼，咱们的计划怎么会那么轻松的就顺利完成呢？人家韩嫣是会利用你爱煽风点火的潜质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这让你夸我就那么难吗？三位道长，先来吃点东西吧。哇，好香啊！刘姑娘的手艺真是不错啊！哎呀，日后谁要是能找到像你一样聪明伶俐、小巧可爱的姑娘当妻子，那可真是他修了8辈子的福啦！那日后要是谁娶了像王道长这样有趣的姑娘做媳妇儿，也是有福气啦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祝贺王道长呢，即将美梦成真啦，开心吗？不是刘姑娘，我其实我开心死了。没想到我们会是天道选定的人，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。其实我早就觉得我们有缘分，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一样。行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摒除杂念，好好习得剑法。钟道长说了，这第一关就是要培养2个人的默契程度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的发挥双剑合璧的威力，才能尽快的斩杀邪魔，救出你爹和我娘。可是，我们要如何培养默契？我有办法。双剑的剑尖若能同时抵住这枚铜钱的方孔，便算得上是默契。这会不会太难了？怎么？你怕了？能与你心意相通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出剑！我知道钟道长喜欢喝2杯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刘姑娘有心了。谢谢刘姑娘。好酒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我还给你们做了柳道长最爱的芙蓉白玉汤，这就去端。这个最补了，你最近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哎呀，这个最补了，你最近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哎呀，这个最补了，多吃点儿。你们俩吃你们的牛肉吧，有肉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不过我感觉有人照顾我挺好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可羡慕死韩嫣喽。哎，要不等你变回男儿身，干脆顺水推舟的就把刘姑娘给娶了，怎么样？不许哥哥，你最近是有点皮痒了，是不是？柳道长，你看看你。哎呀，你也赶快吃吧，吃完还得当保镖去呢。给谁当保镖？好不容易把人找着了，你就不怕血魔偷袭吗？没错，
他们两个不能再出事了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当保镖。嘿，哎呀，刘姑娘的鸡腿好吃。你，哎，大哥，如今人选的事儿也解决了，我想那2位掌门，他们也斗得差不多了，也该放出来了。希望他们2个在里边已经都化敌为友了。但愿如此，否则还得多关几天。是啊，我们先暗中观察，再做决定。不好，结界破了！快去看看。尸身僵硬，已经死了几个时辰。这是我们仙宝特制的养灵丹，不仅可以防止瘴气入侵，还对你的腿伤很有帮助。从伤口来看，应该是被央铁梅的柔剑所杀。央铁梅和丁刚的武艺相当，如果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他们至少要经过几场激战。可是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啊！而且以央铁梅的功力，根本破不了这个血域大阵。他又是怎么出去的呢？难道是血魔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控制了央铁梅，杀了丁刚？如果是这样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们必须赶快回仙堡，以免他对丁晓峰和央红雪下毒手。今天怎么约到这里来练剑啊？我不是为了练剑，是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，我有事。你给的药有副作用。怎么可能？这药不仅能治皮肉伤，还叫人心里不好受。你心里好不好受，跟我的药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说，你往这药里添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用完之后，我竟然就喜欢上你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嘴上胡说八道，可我的心没撒谎。既然天道注定我们心意相通，我当然能看出来你没有撒谎。你这么说，是没有拒绝我的意思啊？不过，你应该心里清楚的，这条路很难走下去。我不管这条路有多难走，我也不在乎结果如何，只要这条路上有你陪着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好，只要你有这个勇气，我就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大哥，
不管杨铁梅是否被夺舍，或者他是帮凶，他都该杀呀。如果换作是你，被血魔夺舍而犯下罪行的话，那你觉得自己该死吗？我肯定会屈辱而死。那不就对了？如果杨铁梅真的被夺舍，那么他也是身不由己。他总不能为血魔去顶锅吧？可这大哥说的没错，现在情况还没有搞清楚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况且，这可是杀父之仇，我们现在除了瞒着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他一旦心生嫌隙，再想双剑合璧，可就难了。那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是。如果丁刚真的是被血魔所杀，那么他和杨红雪完成双剑合璧的话，就可以斩杀血魔，以报杀父之仇。可万一杨铁梅不是被血魔夺舍的呢？那就更应该一心一意的完成双剑合璧了。如果未能斩杀血魔，导致血魔荼毒生灵、残害百姓的话，人都死了，他又该找谁报仇呢？或者说，他自己都死了，又该怎么报仇呢？大哥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些自私，或许小峰以后会恨我们。不管他恨不恨，我们只能这样做。现在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应该把丁晓峰和杨红雪交给界仙，让他们远离仙堡，这样才能避免节外生枝啊。道长，堡主平安回来了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趁我不在，让南海派的人堂而皇之进入我仙堡。娘，我们是为了救您和丁掌门，所以才会和南海派联手起来的。南海派早就归顺了血魔，我们全被他们给骗了。杨堡主，我们都亲眼看见我爹和您一起被血魔抓走，你凭什么诬陷南海派？哼，少在这给我演戏了，都是丁刚的阴谋，你会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他得意忘形，以为我必死无疑，我怎么会有机会先杀了他，活着回仙堡？什么？你杀了我爹？你爹甘心效忠血魔，死有余辜，难道我不该杀他吗？不准侮辱我爹！住手！你们先把剑放下，等了解完来龙去脉，再动手也不迟啊。丁少侠，放剑啊！我因为佩服你有降妖除魔的决心，才答应跟你结为盟友。可现在已经证明，丁刚就是勾结血魔的人界败类。你该不会是想包庇南海派吧？堡主，我不知道你和丁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你不说出来，也难以服众啊。虽然我和丁刚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可也不屑做出诬陷栽赃之事。他亲口逼我效忠血魔，我当然得先杀了他，才有机会活着回来揭穿他的罪行。现在死无对证，随你怎么说都可以，但我不会相信我爹会做出如此泯灭良心的事。我根本不在乎你相不相信，反正勾结血魔的人都得死。希望你们也能坚守大义，为人界除害。堡主，我当然相信你不会信口开河，可事情曲直还有待考究，希望堡主不要如此草率啊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住手！
天杨铁梅不死，是不会走的。你要杀他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快走！红雪姑娘是为了保护你，你可别犯傻。活着才有机会替你弟讨回公道。走！红雪心智不坚，你怎么也这么糊涂？难道我不在仙堡，你们把祖先都给忘了吗？请堡主降罪。哼！要不是你对仙堡还有用，我现在就以门规处置你。多谢堡主开恩，弟子一定尽心尽力守护仙堡。虽然我杀了丁刚，可是血魔还会来犯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开启护堡结界。堡主估计的对，一旦开启结界，任何人休想闯进来。你尽快准备和红雪的婚事，不可耽误。此事，我担心红雪她……不用管她。儿女婚姻本来就应该由父母做主。她虽然是我的女儿，可她也是仙堡的弟子。为了仙堡存亡，非嫁不可。你爹虽然固执，但一生嫉恶如仇，他绝对不可能帮着邪魔祸害人间。所以你一定要替你爹洗刷冤屈。求三位道长助我查明真相，还我爹清白。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我一定会还你爹公道，不会让他蒙冤的。祝云飞，你一心想斩妖除魔，守护人类，可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连眼前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有什么资格以斩妖师自居？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小凤？丁大叔，我欠你一命，也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但请你放心，在斩杀邪魔之前，我必当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去保护小凤，保护南海派。大哥为什么不当众拆穿央铁梅的谎言，非得吃这个哑巴亏啊？怎么拆穿？就算大哥承认是他冒充血魔路人，又怎么证明丁刚是无辜遇害，央铁梅才和血魔有关呢？这个央铁梅这么狠毒，你说心得有多黑啊，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诬赖丁刚？他是算准了大哥没办法证明他在说谎，更不能以武力逼他说出真相，所以才能如此肆无忌惮，先诋毁丁刚，再反将我们一军。大哥肯定都不想见到我们，这会儿肯定心里特别难过。难过也无法让丁刚起死回生了。我们现在该想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个央铁梅明明知道我们已经对他起了疑心，他还敢回仙堡，肯定是为了阻止双剑合璧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丁晓峰和央红雪，不能让最后的希望破灭。就丁晓峰现在这个状态，你觉得还能跟央红雪齐心练剑吗？
我不管这条路有多难走，我也不在乎结果如何。只要这条路上有你陪着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只要你有这个勇气，我就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心意相通，又如何？我们俩注定有缘无分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。我知道未来的路，就算我愿意，你也不会让我继续陪着你。也许我们都该回头了。大哥，仙宝上空已经布下了结界，我的幻影神识根本进不去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连红雪是什么状况都不知道。这个央铁梅，城府可真够深的。这一招，看似是为了对付血魔，其实是为了封锁消息，让我们既不能得知仙宝的情况，更无法接近央姑娘。哦，他是想关起门来害人，我这就去把他的门拆了。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是说好要冷静才能反败为胜吗？要你改了这个臭脾气，比对付央铁梅还难。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，你怎么冷静啊？你再冷静，那仙宝的人呢都冷死了。等等，央铁梅用结界封住仙宝，就是为了抵挡血魔。如果你把结界冲开了，那不是帮血魔开路吗？那就算央铁梅他们反咬我们一口，那我们也不能不去啊。那央铁梅真是被血魔夺舍，偷偷摸摸把红雪给杀了怎么办呀？那他直接杀了，不是更省事吗？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如果他只是想要阻止双剑合璧，为什么要设这个局？让我们两难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？他肯定是想逼大哥出手破除结界，然后再栽赃陷害，目的就是让所有人以为我们是血魔的帮凶。就算我着了他的道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他肯定还有其他目的。客官，来看看啊，您看这怎么样？您看这块啊，这颜色是不是？各位公子，大富大贵，请行行好。哪来的小乞丐啊？弄脏了我的布，快滚！来，你这脚比他还脏呢，你怎么不滚出去？我，来，谢谢姐姐。哎，小师妹，你看这料子，你师姐会不会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师兄，我肚子疼。你可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！快去吧，
掌柜的，哎，茅厕在哪儿啊？茅厕在后边，后边，快去啊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。快着点儿。刘雀，柳道长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啊，这不就见着了吗？哎，刘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急着找你，是想了解仙宝目前的情况。我们最近可惨了，堡主怕血魔又来偷袭，所以开启了护堡结界。我们就像笼中鸟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根本就不准离开仙堡。那你们这次专程的绸缎庄来，该不会是为了办喜事吧？红雪师姐真可怜，师父不管她愿不愿意，非逼着她跟大师兄成亲。娘，从小到大，虽然您一直对我管教严格，可却从来没有逼迫我做过任何事情。为什么这次您一定这么坚持，非要让我嫁给大师兄呢？就是因为我太由着你的性子，你才会变得如此任性。让你嫁给仁妃，不仅仅是为了宗门存亡，而是阻止你为了丁晓峰犯下忤逆祖训的大错。如果我嫁给大师兄，可以让双剑合璧，替人界铲除魔道，我定会义无反顾。可问题是，我根本就不相信夫妻必能同心的说法。不成亲，你怎么知道夫妻就不能同心？既然你如此大义凛然，有任何一丝希望，就都值得去做。照娘的说法，娘跟爹就该同心，可爹又怎么会做出背叛娘的事情来？你这个不孝女，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！女儿并没有忤逆母亲的意思，只是想证明，夫妻未必就能同心。住口！我和你爹不能同心，那都是因为他太自私，心中只有情爱，完全不顾宗门大义。难道你想和你爹一样，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为了天下苍生，不管你觉得多委屈，也得嫁给仁妃。请您转告红雪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场婚事。可是你们和堡主闹得这么僵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是空间符篆，你让红雪随身携带，这样我们三兄弟就可以避开结界，随时进入仙堡。一旦红雪有危险，大哥也能有所感应。你拿着，赶紧回去吧，以免敌人飞起了疑心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那个药师又来找过我，说是有人在山上发现了欢喜柚。在哪儿？就在后山那片树林里，是一株红色的药草。那人本想采回去，刚想下手，被附近一只狼叫声给吓跑了，后来也没敢折回去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还有一事，那药师特意嘱咐过，说这欢喜幽世间罕有，100年来仅此一株，而且它生性脆弱，从生到死只有7日的期限，若是不赶紧去，那我马上……我马上让我二哥去就是了。啊，若是王道长去，也得多加小心。嗯，知道。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你要保护好自己。杨堡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钟道长已在仙堡
找到心意相通之人，所以特让我前来求借紫青双剑。他为何不自己前来？我还有事要跟他商议。血魔为了阻止双剑合璧，曾经杀了合适的人选。我们好不容易又找出了一对，钟道长怕血魔再下毒手，所以不敢离开仙堡，才会让我前来。这个血魔确实不容小觑，不仅将魔婴藏得如此隐蔽，而且连钟云飞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血魔又培育出了一个魔婴。前些日子，我偶尔发现了魔婴的踪迹，本来想靠自己的力量将它毁掉，可惜不仅没有破除结界，反而误伤了自己的体魂。这个事情事关重大，不知道道长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？我伤势未愈，还来不及通知其他道友。原本我只是想骗取紫青双剑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魔婴的秘密，就必须得死。你是血魔？你和钟元飞也太可笑了，算计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会栽在我的手里吧？不但没有发现杨铁梅早已被我夺舍，恐怕做梦也料不到我会抢先一步拿到紫青双剑吧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就算是道消神毁，也不会让你夺取紫青双剑。双剑与你魂气合一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紫青双剑了。我可以死，但是也不会让你荼毒生灵。英明能利用柳寒烟想要变男儿身的愿望，让他亲手把自己送上黄泉路。他到死也不会明白，那所谓的仙草，正是要他命的毒。等柳寒烟一死，钟云飞就痛失了一位得力的干将。我看他和那个没脑子的傅曲怎么跟我斗。可惜呀，为了避免被发现，我只能选用了慢性毒药，药效要在3日之后才能发作，还要再看他蹦跶3天，真是可气。是吗？可我倒觉得，看着他一点一点慢慢的死去，等到最后看着他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会更加令人兴奋。这个央铁梅做事情也真是够绝的呀。大哥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，但我们已经了解了仙草的具体方位。仙草如此易逝，我怕如果不尽快取得，我以后再难变回男儿身了。我理解，可是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门婚事，就不能触发双剑合璧。你呢，又是我们3个人之中最会想主意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和我们在这儿。啊，可是我……欢喜哟，我来替你采。没想到寒爷这么快就能变回臭男人了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秀色可餐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反正他现在不在，你说是不是觉得可惜呀？啊？是啊，可惜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这么想的。好了好了，快找吧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总以为找到这个欢喜妖得跋山涉水、赴汤蹈火，没想到就在这个破树林里面。大哥，你说天道是不是故意耍咱们呢？
非得跋山涉水、赴汤蹈火，你才觉得乐意是吗？不是，快点吧，一会儿还要去剑仙那儿。这个仙草吧，总得长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，才显得它仙呀。不是所有的仙草都那么孤傲，这一株应该就挺平易近人的。是啊，就跟掉在地上随便都能捡起来一样。哎，干嘛？还真被你给说中了。确实挺平易近人的啊。是啊，挺平易近人的。我本以为剑仙能够自保，没想到他也逃不过血魔的毒手。剑仙一死，紫青双剑就绝世了，这剑都没了，还怎么双剑合璧啊？完了完了，人剑要完蛋了。我还没死。哎，天道护佑，如果你们再迟来一会儿，恐怕我的神魂就得消散了。剑仙，别说话，我现在没有多少时间。听我说，我是诈死，但因为留着最后一口气，所以你们现在还能看到我的神魂，但我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剑仙，你也先别说了。果然还有一口气。夫君啊，欢喜幽不是可以救人的性命吗？对对对，快给剑仙。哎，剑仙，可是这欢喜幽能救人性命，但是也会变换你的性别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你说的可是欢喜幽？正是。钟道友，你还是让我死吧，我不想变成男人。哎呀，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区别很大。况且我知道，钟道友最大的心愿就是变成女子，我怎能眼睁睁地剥夺你的梦想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我以后再给你解释吧。大哥，那韩燕呢？救人要紧。这次就算钟道长他们再怎么有心，恐怕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了。师姐，我对钟道长他们很有信心，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。雀儿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我娘说的并非没有道理。如果我真的一心想除魔，就应该抓住任何一个可以让双剑合璧的机会。那你该不会是要妥协了吧？并非妥协，我只是不想因为自己身处绝境，就放弃任何一个可以除掉血魔的机会。可是你跟大师兄根本就不可能。我跟丁晓峰也再没可能联手。师姐，再说了，我跟大师兄还没有练过那套剑法，说不准大师兄才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大哥，我们救了剑仙，他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？他应该是觉得自己要变成男子了，所以有些难过。剑仙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是啊，说不准你还能变成个大帅哥呢。你就别在伤口上撒盐了。这次是我自己太大意了，才会遭到央铁梅的暗算。不对，确切地说，
应该是被血魔夺舍的央铁梅。这件事情，我也怀疑过。可是这个央铁梅身上并没有妖气，所以我觉得，她只是血魔的帮凶。血魔只是魂体，与一般妖兽不同，根本没有办法以妖气作为判断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他有恃无恐，敢以央铁梅的身份跟我明着斗。对了，我意外发现了魔婴，这也是血魔想杀我灭口的原因。你说，这个魔婴，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元婴？元婴乃是天地元气所化，与血魔的残魂融合，才可以有生命。可是这个魔婴似乎有心智，可以抵御外敌，实力比元婴强大很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剑仙带路，我们在魔婴行动之前毁了他。其实你有实力破坏结界，没有双剑合璧，我们还是毁不掉魔婴。那怎么办？我终于明白了，血魔一直在故弄玄虚，制造假象，让我们看不清楚他的真正动机，这样魔婴就有机会成型。是的，当年他也是使尽手段，希望能够欺瞒过我们。幸好我们赶在天狗10日之前消灭了元婴，才让他的阴谋没有得逞。7日之后，便是天狗10日。7天，7天，还有7天，就是我妖族尊临3界、一统万世的大日子啦！这次计划能成功，全靠妖王足智多谋。钟云飞带走杨红雪，就是幻想让双剑合璧。当他发现李一奇已经丧命，肯定会气得吐血。你也别太得意忘形。我想钟云飞已经知道央铁梅已经被你夺舍，他即使毁不了魔婴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妖王助我重生，就是想壮大妖族。只要能让魔婴顺利成型，就算我和钟云飞一起神魂俱灭，我也甘心。大哥，不如我们立刻赶去仙堡。只要杀了夺舍央铁梅的血魔，就算是魔婴成型，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了。只有双剑合璧，才可以让魔婴和血魔神形俱毁。更何况央铁梅现在是血魔的宿主，如果我们杀了血魔，央铁梅也会死。那这样，他岂不就无辜丧命了吗？可，这时间太紧了。是啊，我们只有短短的7日。夫君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寒烟，应该只有他有办法。不是，大哥，找寒烟，仙草都没了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见到他了。我也是。哎，寒烟，大哥夫君，怎么样？欢喜又找到了吧？快给我。那个大哥，你不是说渴了吗？刚才。对，我渴了。对，喝点水。你们两个不能开玩笑啊！给我，大哥夫君给我呀！给。你干嘛呀？给别人了。什么？给剑仙吃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给剑仙。为什么？寒烟，滚！好。剑仙遭到了央铁梅的毒手，不，准确的说是剑仙遭到了被血魔夺舍的央铁梅的毒手，然后他危在旦夕。别说了，所以我先，寒烟，你别说了，寒烟，滚！那个，如果你是我相信你也会这么选的。如果你是我，钟云飞，你以为你多了解我？我当然了解你。你不是我告诉你，你不了解我的感受，你凭什么替我做选择？是我不是你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我没说过会见死不救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想到办法的。既能救他，我也能变回男人。
当时情况紧急，我根本没得选。就是这么冲动，自以为是，自作聪明，所以才会害死丁刚。哎，韩岩，什么叫你害死了他？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你别想活着离开灵堂。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小风，对道长不得无礼。丁掌门，此前是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导致你白白送命，还背负骂名。我今日在此发誓，就算我粉身碎骨，也一定斩除血魔，以为你在天之灵。道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，那日掳走你爹的血魔，是我假扮的。原来，你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先别动手，听他怎么说。我们是天界斩妖师，为了斩杀血魔，我与李一奇决定在两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2个人。不可能，我娘绝不可能是血魔。说实话，我对你娘确实有意见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娘被血魔夺舍，她做出那种事情也是正常的，她被血魔操控也是身不由己啊。你凭什么认定我娘被血魔夺舍了？她杀了丁刚之后，就去偷袭李一奇，目的就是为了毁掉紫青双剑。要不是李一奇侥幸逃生，我们还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怪不得师父最近变得怪怪的。师姐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师父以前就算再固执，但也不会这么不讲理，更不会把你往死路上逼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请钟道长别放在心上。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。现在他物归原主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你和杨红雪联手，使出双剑合璧，才可以斩杀血魔。虽然我们要杀的是血魔，可要面对的却是央铁梅，要她面对亲手弑母的局面，这也太残忍了。为了救我娘，再怎么残酷的现实，我也必须面对。红雪，你们，大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事情的经过跟红雪说清楚了。红雪，你真的能狠下心与你娘正面为敌？我只要你回答我，能不能和我一起对付血魔？只要你有决心，我定会义无反顾。哎，可是，他们要是发现红雪就被我们这么带走了，那个央铁梅，不，血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他若发现红雪被带走，定会猜到我们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，届时便会对我和红雪下毒手，亦或连整个仙堡都会遭殃。
那可怎么办呀？要是韩嫣在就好了。韩嫣，大哥，韩嫣不会来的。我有办法。这上面是你们两派的分界点。老话说得好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所以这里最适合你们秘密练剑了。这倒也是，相信血魔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练剑。这段时间你们的安全由我负责，谁要是敢竖着进来，我就让他横着出去。静心，人都给你带到了。你们俩就是丁晓峰和央红雪。见过李道长。未经训练就能与我神识交流，证明你们确实天资卓越，应该很快就会领悟剑法的精髓。那我现在是该叫你柳哥哥还是师姐啊？当然是师姐了。小心隔墙有耳。但你还挺聪明的，想出这么高的招。但愿这样做能够瞒得住血魔。柳道长啊，不，师姐，那既然我们要演戏，是不是该演得逼真一点？那当然了，肯定的。平时我跟我师姐都会睡午觉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睡会儿，免得一会儿露出破绽。睡一张床就免了吧？你怎么突然变回来了？你不怕露出马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化形术呢，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所以你得给我把风去。有人来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再变回杨姑娘。听明白了吗？那是不是说我这段时间都要一直时时刻刻、寸步不离的陪着你啊？不是，你寸步不离，你怎么把风啊？上外边儿。我还以为这段时间终于可以跟你形影不离了，没想到还是可以盗情。去吧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